16人参加野外生存节目，15人死亡，仅有2人活了下来。选手被带到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，这里没有道路，没有网络，更没有手机。这本是一场千万奖金的真人秀节目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早已脱离了节目组的安排。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，选手们争先恐后穿越死亡峡谷，率先到达目的地的2名选手将会获得担任队长的资格。可游戏刚刚开始，便暴露了人性的善与恶。有人会善意的向同伴伸出援手，但换来的却是以德报怨。很快，第一个抵达目的地的选手诞生了，大壮成为了第1任队长，紧随其后的就是安娜。原本处在第2位的保罗，则因为自己的举动失去了队长的资格。很快，大家便通过了第1关的考验，选手被分为红蓝2队，大壮和安娜轮流挑选好自己的队员。接下来将进行一场团队竞赛，选手需要穿越一个个障碍物，获胜的一队将获得珍贵的火种。蓝队的阿伦跨越木桩时不慎摔下，扭伤了脚腕，红队大壮则率先拿到了火种。可就在他想装擦通过独木桥时，不料脚下一滑掉入泥潭，而蓝队的小帅则稳如老狗，为团队赢得了宝贵物资。随后主持人将大家召集到一起，他说大家别高兴得太早，接下来每一天只会更加艰险。为了给比赛增加亮点，节目组还特意邀请了明星小薇和小强参加比赛，他俩被分别安排进了2支队伍。接着主持人给大家分配住所，红队被安排到了附近的一个发电站，而蓝队则住进了河边的一处木屋内。阿伦的脚腕扭伤严重，大家都好心劝他退赛，但一想到那丰厚的奖金，阿伦还是决定坚持下去。此时光头还嘲笑起了红队，会不会因为没有火种而被冻死？队长安娜也表示不会把火种分给他们，而小帅则坚持要把火种送过去。尽管队长强烈反对，可他还是不管不顾。小帅摆脱了栏目组，可正当走到半路时，突然听到几声莫名的枪响，担心引来危险，他只能将火熄灭。此时木屋内的队友也听到了枪声，但想到可能是猎人打猎也没在意。而另一边的红队正在尽兴地听小强讲拍电影的故事，可突然被闯进来的小帅打断。Ты что тут делаешь? Я вам огонь нес. Зачем? Пришлось потушить, чтобы не увидели. Там в лесу кто стрелял. 大家都不相信，只有小帅隐约中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第2天，脚扭伤的阿伦实在无法再坚持参赛，他不得不敲响铜锣退出比赛。可节目组的人却迟迟未能出现，反倒是选手们被纷纷吸引过来。光头又继续敲打铜锣，可依旧没看到节目组的半个身影，众人都不禁疑惑起来。愤怒的大壮更是朝着摄像头一顿狂骂。小帅决定去节目组营地一探究竟，坐立不安的阿伦和小强也要求一同前往。3人很快来到了大本营，可奇怪的是，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但小强发现这里的摄像头分明还在运行，唯独工作人员不知所踪。阿伦在帐篷里搜索物资也一无所获，而另一边的小帅2人在旁边草丛里发现了不明红色液体，小帅捏在手中又闻了闻，这特么根本就不是道具，而是真正的血液。小强顿感不妙，他和阿伦商量着赶紧逃跑，可等他回头看去，发现小帅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小强一边呼喊一边四处寻找，可突然小强扭头看去，竟发现身边躺着一堆横七竖八的尸体，这一幕瞬间把他吓傻了。闻声而来的小帅急忙将他拉了出来，2人这才发现这些尸体正是节目组的成员，一股死亡气息瞬间将他们笼罩。随后赶来的阿伦也是一脸懵逼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个人踉踉跄跄走了过来。见此场景，3人吓得疯狂逃窜。小强担心阿伦拖累自己，于是转身独自离去，而小帅则拖着扭伤的阿伦继续前进。与此同时，在河边打水的光头也有了发现，他在河中看到了一个皮艇，可拖到岸上一看，除了一把工兵铲，却不见一个人影。小强在逃跑中突然摔落，不知死活。小帅则带着阿伦艰难抵达营地，他赶忙将看到的一切告诉了众人，但大家却认为这是主办方制造的节目效果，这只是一场游戏而已。Там пацана при нас убили, нам тут всем пиздец, понимаете? 看到老实的阿伦如此激动，大壮决定让小帅带他去现场看一下。而另一边，光头也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队友。小薇还在铁铲上发现了头发，但大家也认为这是节目组有意为之。可殊不知，他们即将大祸临头。光头刚想开门出去转转，突然一个野人老狗闯了进来。几年都没见过女人，老狗差点流出了哈喇子。他们持枪绑架了所有人，紧接着二狗也破门而入。年轻的二狗见到女人更是机不可耐。Ты целка, что ли, а? Стоять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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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стоять! Схлынь, заточка! 老狗见状提醒二狗先办正事，他们还有同伴驻扎在另一个营地。狂躁的二狗端起 AK 开始数数，枪口下的安娜只能说出另一个驻地的位置。另一边，小强和大壮正前往尸坑查看，不料途中刚好被老狗和二狗发现，眼看避无可避，两人只能跳下山坡才堪逃过一劫。而另一边的丽莎还毫不知情，她刚想找个地方方便一下，殊不知躲在旁边的二狗早已盯上了她。
丽莎刚想取下二狗的 AK， 可不出意外的是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但这个丽莎不是一般的丽莎，她不仅淡定无比，竟然还饶有雅兴地挑弄起了老狗。随后他们闯入到驻地，很快便挟持了众人。二狗也是被丽莎的美貌吸引，几年没见过女人的他，直接把丽莎按在了桌子上。就在关键时刻，老狗发现了丽莎的纹身。听到丽莎的回答，老狗立即制止了兴奋的二狗，并警告他这个女人不能动。等到晚上，两队选手全被关进了木屋，所有人都犹如待宰的羔羊，死亡的气息笼罩了整个木屋。此时老狗打破了平静，他让大家选出一名幸运儿来继续刚才没有完成的表演。有人说这可能是节目组特意安排的考验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顿时让众人打消了这个念头。Не выбрали мы никого, и не надо нас тут пугать. 疯狂的老狗一把揪住阿伦，逼迫他5秒内选出一个幸运儿。为了活命，他直接选择了旁边的翠花。老狗轻抚翠花的脸颊，随即逼迫他当场脱掉衣服，还用鹿角死死固定住他的身体。在黑漆漆的枪口下，其他选手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木屋内只剩下了翠花绝望的低吼咆哮。一场千万奖金的生存游戏早已演变成了一场生死逃亡。事后翠花被狗子拉去处决，好在小帅和大壮及时赶到，直接干掉老狗，救下了翠花。但外面的动静也吸引了二狗。此时丽莎的眼神展露杀气，只见她缓缓靠近二狗，迅速从后面勒住二狗的脖子。二狗疯狂挣扎，端着 AK 就是一顿乱射。在光头的帮助下，二狗最终被众人制服。小帅逼问二狗是不是他们杀死了节目组，但二狗却是胡言乱语，胡说八道，竟然又对翠花开始了言语侮辱。可紧接着，趁二狗还剩一口气，小帅还想问出点有用信息。二狗的这句话不禁让众人心生寒意。为了防止被其他野人发现，光头将二人的尸体埋了起来，还在上面盖上了节目组的旗帜。随后小帅几人去周围查看情况，可当他们来到尸坑时，却发现坑里的尸体竟然离奇消失了。随后他们又来到营地，小帅发现布条上的血迹还在。丽莎打开节目组的电脑，看到了里面参赛选手的名单，随即露出一副略带伤感的喜悦表情。可正当他转头离开时，突然看到一头饿狼叼着一只人类手臂。丽莎果然是丽莎，一记火焰大招就吓跑了饿狼。大家商量着无论如何也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想办法自救。经过众人的举手表决，大家分成了2队，一队出去寻求救援，另一队留下照顾阿伦看守物资。可就在当晚，意外发生了。翠花听到窗外传来诡异的声响，紧接着翠花就像中邪了一般，她经常在床下钻来钻去，似乎在躲避着什么。队友看到后都很是担心，以为是她惊吓过度，于是带她去采蘑菇散心。可当翠花采到蘑菇呼喊队友时，却没有一个人回应她。就在这时，翠花又察觉到了异样，她缓缓转身，发现河对面似乎站着一个人，那人死死盯着她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仔细一看，这分明就是死去的二狗。凄厉的尖叫声吓跑了小帅的猎物，小帅气愤地问翠花怎么回事。翠花语无伦次地说又看到了他。为了解决翠花的心病，小帅带他来到埋葬二狗的位置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这里的尸体竟然诡异地消失了。小帅也是一脸懵逼。随后小帅带大美和大花上山搜寻，阿伦脚扭伤没能一同前往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。精神崩溃的翠花拿起油灯丢向火炉，大火很快蔓延了木屋。最终，翠花用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。另一边，外出寻求救援的小队意外遇到了一个神秘女孩，殊不知这将是他们另一场噩梦的开始。正当走到吊桥中间时，小女孩突然在桥上乱跳，吊桥剧烈晃动，众人也都惊慌无比。虽然大家都很疑惑，但为了找到救援，众人还是跟随小女孩进了村庄。看到有外人来访，村民纷纷投去了关注的目光，整个村庄都充斥着说不上来的诡异。小女孩将他们带到家中，这家人特意为他们准备了面包。正当大家吃饱喝足时，却渐渐感觉到意识模糊。等众人再次醒过来，竟然发现自己被关进了深坑里。他们遇到了食人族，一个装满食物的铁盆掉了下来，
光头赶忙接过铁盆，竟然是满满的一盆烤肉。他兴奋地喊众人来干饭，可小坦却制止了大家，因为他看到一块肉上挂着一个旗环，而这正是小薇肚脐上佩戴的。大家都怀疑小薇被这些人杀害做成了烤肉，可光头闻了闻说是猪肉，刚想尝尝就被大壮阻止了。丽莎拿出匕首在肉里翻找，果然找到一根小薇的头发，可光头坚持认为是猪肉，拿起肉就往嘴里塞，丝毫不顾大壮的阻拦，不但吃得津津有味，还想拿给大壮尝尝，而这也彻底惹毛了大壮。大壮拿起铁盆就是哭呲两下，光头没有头发的保护，哪里扛得住这般敲打，最终肉没吃完就饮恨西北了。正当大家万念俱灰时，突然一根绳梯放了下来，原来是小帅赶到了。老白刚被救上来，一眼就看到了节目主持人，如果不是这个该死的真人秀节目，大家也不会落得如此惨境。小帅赶忙上前拉架，说是主持人带他过来找到他们的，这才阻止了老白。目前的情况可谓是疑点重重，10人族全部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人肉。随后他们也发现了小薇，原来她被关了起来，并没遇害。而最可疑的就是主持人，第一天他就消失了，现在却又突然出现。随即他给大家看了一段录像，第一天晚上他就发现了异常，工作人员全部昏睡过去，他本以为这是节目组的恶作剧，直到所有人变成了行尸走肉，紧接着便响起了枪声。惊慌之下他逃进山林迷了路，可即便这样，大家还是感觉主持人在说谎，随后就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。就在大家把光头埋掉回来后，却发现主持人不见了。丽莎根据痕迹判断，主持人多半是被拖走的。几人沿着痕迹找到河边，眼前的景象瞬间让大壮上头，地上只剩下了一堆烂肉，还掺杂着主持人的衣服碎片。这下事态显得更加诡异了，河边又出现一群神秘人，死死盯着他们。大家刚想打个招呼，却发现那些人如同木偶一般朝他们袭来。众人这才意识到，这他喵的哪里是人啊，分明就是一大群丧尸。为了掩护队友躲避，小帅很快与丧尸缠斗起来，小强也一改往日的懦弱，瞬间化身成一名丧尸杀手。大美急忙打开房门喊大家进来，可好巧不巧，跑过来的小强刚好撞在了大美手中的匕首上，没帅过3秒便躺刀了。小强来不及撤退，瞬间就被涌上来的丧尸吞没，一群人只能躲在狭小的木屋内。正当众人绝望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喊话声。Что это, блин?随后一群全副武装的大兵冲了进来，等大美再次醒来，身边已是空无一人。她换好衣服四处查看，发现这里关着很多小猴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喊住了她。На вашем месте я бы не подходил так близко. 通过询问得知，这里是俄罗斯的一处秘密实验基地，专门用来研究生化细菌和病毒，而其他队员也全都被带到了这里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更是让众人毛骨悚然。人类发现一种新型病毒，将其注射到猴子体内，短短10分钟，猴子就饮恨西北。根据各项指标显示，猴子的确已经死亡，但当实验人员清理尸体时，猴子却突然活了过来，还咬伤了实验员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实验室开启了最高防御系统，向实验室喷入了大量有毒气体，试图杀灭病毒，防止泄漏。可他们却疏忽了一件事情，消毒后的气体被排放到大气中，虽然气体对环境无害，可不曾想这种病毒并没有被完全杀死，反而通过云雾扩散到周围地区，而这也正是节目组成员变成丧尸的原因。为了防止病毒继续传播，大兵只能将节目组成员射杀。听到这里，大家不禁都是汗毛炸起，但还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。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，上校带他们来到实验室，看到了那名被病毒感染的实验员。随后他们被安排进了隔离室，在没确认他们是否被感染之前，谁都不能离开。От источника заражения, но все-таки полностью исключать попадание вируса в ваши организмы мы не можем. Пока вы спали, мы взяли у вас кровь на анализ. К сожалению, у Александра вирус проявил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стро, поэтому мы... 看到小薇确认感染被关了起来，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出去，于是纷纷拿起纸笔写起了遗书。当真正面临死亡时，每个人的情绪都崩溃到了极点，甚至平时看不顺眼的人都大打出手，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缓解内心的压抑。就在这时，房门打开了，大壮、小帅3人被带了出去。众人都很失望，为什么被带走的不是自己？没被带走那肯定是被感染了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小帅3人竟被关进了小薇的房间。Черкизова Марина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,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Олегович, Суббота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。大美只能隔着玻璃和小帅做着最后的吻别。可狗血的是，当大美返回想再看小帅一眼时，却发现大花和小帅做起了苟且之事。隔壁的丧尸都他喵的看不下去了，眼睛血红直撞玻璃，而大花则是一脸诡异表情。
此时警报突然响起，上校带大家迅速撤离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伦突然抢过来一把枪，他决定和大美留下救出小帅。将军允许了他们的决定，但是基地大门马上就会关闭。阿伦很快打碎了强化玻璃，几人飞快奔向基地出口，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。大壮发现铁门是电子锁，要想逃出去，必须有人留下把里面的铁门锁上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大壮迅速进去关上了里面的铁门。他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换来同伴的逃生。果不其然，此时外面的铁门缓缓打开，小帅几人最终逃了出来。另一边被带走的队员也踏上了归途。可正当军车驶入隧道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几人漫无目的地穿梭在丛林里，突然前面草丛传来一阵异样。Все назад. Ну кто же ты, сука, еще? 原来是大壮，他竟然从基地里逃了出来。再次重逢的几人相拥而泣。几人沿着河流来到湖边，意外发现一辆破旧的公交车。他们先是在里面找到一些肉类罐头，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一条小船。这瞬间让几人看到了逃生的希望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艘皮艇开了过来，几人顿时提高了警惕。为首的老头还拿着枪，趁其不备，小帅和大壮瞬间控制了老头。年轻人说他们是地质考察队的，而老头正是他们的老师。因为皮艇损坏，只能在这里暂停休息。随即又打开了木箱，里面放的正是岩石标本，这才让小帅几人打消了顾虑。可等到第二天醒来，大壮发现老头三人逃跑了，还偷走了他们的小船，只留下一顶帐篷空空如也。可还没等多久，又有一拨人突然造访，几人手里全都拿着枪，原来他们是当地的土著人。带头的问小帅有没有见过三个男人，还说他们偷了自己的黄金。为了避免再惹上麻烦，小帅只能说没见过。男人瞥了眼旁边的帐篷，随后又在附近发现了皮艇。小帅的谎言瞬间暴露，他们很快被土著人控制起来。土著人严重怀疑他们是同伙，眼看是解释不清了。二当家建议让他们帮忙追回黄金，有人质在手里也不怕他们逃跑。他们顺着湖边，不久便发现了被偷走的小船，很快也找到逃走的三个男人。可此时二当家又改变了主意，他要自己带着黄金去城市生活，丝毫不顾小帅同伴的死活。三方争执不下，随即便爆发了一场混战。大壮夺过枪，先是干掉了二当家的，接着又打死了地质队三人。可大壮见钱眼开，企图带着黄金逃走。小薇则趁机打晕了小帅，于是拿起黄金和大壮一起逃跑。可不曾想，就在逃跑途中，小薇意外跌落山坡，摔在岩石上，造成腿骨断裂。眼看伤势严重，小薇想先休息一会儿，可大壮却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，最终小薇惨死当场。这一幕刚好被追来的小帅看到，小帅劝他一起回去救同伴，可失去理智的大壮根本不听，他死死掐住小帅脖子，刚要拿起石头干掉小帅，却被小帅抢先一步，大壮便就此饮恨西北。小帅并没有带着黄金逃跑，最终返回驻地救下了同伴，而另一边乘坐军车回家的队友却在路过隧道时发生了意外。看到周围的恐怖环境，让他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可刚一扭头，便发现了和他一起被抓进来的上校。此时只见一个老汉走向油锅，拿起肉便往嘴里塞。老汉径直走向小坦，先是摸了摸他的腿，接着又去检查了上校的情况。随后恐怖的一幕发生了。上校的腿竟被活生生锯了下来，而小坦更是被吓得精神崩溃，可奈何手脚都被紧紧勒住。就在这时，老汉又拿着锯子走向小坦，先是给他解开鞋带，又一把扯开裤脚。老汉拿起锯子，刚想给小坦来个截肢，突然被旁边上校的声音吸引。老汉发现上校还没死透，随即拿起斧头向他走去。趁其不备，小坦赶忙挣脱束缚，解开皮带，但他并没直接逃跑，而是躺好等待老汉的靠近。老汉刚想去追，不慎绊倒摔晕过去。小坦来不及多想，赶紧逃跑。等到晚上，小坦顺着火光找到了失散的队友，众人这才知道小坦在隧道里被食人魔拖走，险些丧命。第二天早上，一辆卡车向他们开了过来，原来是老白找到一辆汽车，于是几人纷纷上车，想着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。就在大家以为终于可以逃出升天时，破旧的汽车突然熄火了。老白尝试着重新启动，可怎么也打不着火。这时前方突然出现滚滚黑烟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个食人魔老汉。就在大家惊愕之际，老汉将冒着黑烟的燃烧棒向他们丢来，几人很快被黑烟迷晕，紧接着便被老汉一个个拖走。而等待他们的将是另一个地狱。四人被关在一个密封容器内，脚腕更是被巨大铁链双双锁住。要想活命，就得拿到上方的钥匙，可铁链只有3米长，想要拿到5米高的钥匙简直难如登天。
就在这时，卷毛在旁边发现一把铁锯，看来食人魔是想让他们自断腿脚来取下钥匙。几人也都是面面相觑。突然，容器四周开始冒水，大家尝试堵住洞口，但由于水压太强，根本堵不住。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小坦突然想到，可以趁着水位上涨轮流潜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钥匙。但这个想法立马遭到保罗的拒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游泳。情急之下，他拿起锯子想锯断铁链，但大家知道这是徒劳的，普通的锯子根本锯不开坚硬的铁链。而小坦的建议是他们唯一逃生的希望。眼看水位越来越高，简单商议后，卷毛和小花率先潜水。小坦在上面安抚着保罗，好在大家很快找到了节奏。可随着水位越来越高，留给大家呼吸的时间越来越短，不会游泳的保罗则显得更加慌张，浮出水面后怎么也不肯下去。而水下的小花早已坚持不住，在同伴的帮助下才将保罗拉了下去。慌乱之下，保罗双脚乱蹬，一不小心腿脚被铁链缠住，几秒钟便领了盒饭。小坦则在小花的帮助下拿到了钥匙，成功逃脱了锁链的束缚，但钥匙却不小心掉到了水底。小花下去没能找到，于是只能换卷毛下去寻找。逃出去的小坦用铁棍不停敲打，奈何玻璃是中国制造，怎么打都打不碎。卷毛在水下找到钥匙，并成功打开了锁链。他随即把钥匙交给小花，但小花开锁时却不慎把钥匙折断。卷毛尝试着帮他打开，可终究也是无力回天。小花也永远沉在了水底。而另一边的丽莎和老白也经历着生死逃亡，他俩被困在一个不断下沉的铁笼里。好在最后关头，他们打开了铁笼，很快便脱离了危险。可就在两人登上码头时，看到迎面走来一位壮汉，这正是把他们抓到这里的食人魔。二话不说，老白上去就是开干，丽莎也是给予配合。最终在二人合力攻击下，成功让食人魔老汉领了盒饭。存活的4人在码头汇合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开过来一条小船，正是小帅他们逃出的4人。至此16名选手只剩下8人。此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声，通过询问得知，这竟然是一架搜救直升机。虽然众人都感觉太过巧合，但无路可走的他们还是登机了。途中几经坎坷，他们又登上了一架滑翔机。殊不知，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，机舱内的几人全部迷晕。醒来的丽莎发现了异样，她赶忙唤醒其他几人，可到驾驶舱一看，机长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眼看飞机失去控制，而操纵杆也已损坏，丽莎打开舱门让大家赶紧跳伞。虽然众人没有经验，但跳下去是唯一存活的希望。顾不了那么多，众人纷纷跳下。可当轮到小帅和大美时，却发现降落伞少了一个。小帅让大美赶紧穿上，自己则继续尝试操纵飞机，但大美并没那么做。Раньше думала, что отд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за другого — это чушь пафосная. И так не бывает. Бывает. Коля! Живи! Слышишь? Стой! Стой! Надевай! Послушай, смотри на меня, блядь! Смотри на меня! 跳伞成功的几人落入海里。就在这时，一艘渔船恰巧开了过来，小帅丽莎被成功救起。可巧合的是，阿伦3人也在这条船上。被救的几人并没感觉庆幸，反倒觉得事情太过巧合诡异。小帅拿起灭火器，先是哭呲2下解决了2名船员，随后溜进驾驶室挟持了船长。阿伦给船长来了个五花大绑。小帅逼问船长是怎么找到他们的，可船长只是说碰巧遇到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小帅根本不信，仿佛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。小帅拿起斧头割断了船长的绳索。Я же говорил, что ты не врешь. Сука! 严刑逼问下，船长终于说出实情。原来船长也是被逼无奈，如果他不这么做，那些人则会杀了他的家人。但他也不知道那些人的真实身份，他只是根据 GPS 定位来到这里。他的一举一动更是在摄像头的监视之下。原来生存游戏还在继续，剩下的5人当中显然有内鬼，并且体内藏有 GPS 定位芯片。大家觉得不应该轻信船长的鬼话，但无奈下还是脱下衣服以证清白。小帅也知道这个方法很难揪出内鬼，一气之下给自己剃成了光头。第2天渔船靠岸，老白和卷毛因为在转机途中遇害，16人的真人秀如今只活下来5人。可就在小帅进入超市时，却意外发现他们成了网上通缉犯。更可怕的是，营业员正在报警。果然，出门他们便看到了前来抓捕的警车。慌忙中，几人一路逃窜，最终来到一家废弃影院。他们决定在这里揪出内鬼。小坦率先怀疑起丽莎的纹身，不过丽莎解释说，她的妹妹1年前失踪，她在节目组电脑里发现了妹妹的资料，而她和妹妹拥有同样的纹身。野人误以为丽莎是主办方安插的卧底，因此才没碰她。阿伦则一直坚持说没有内鬼，这反倒引起了大花的怀疑，并且说他看到阿伦腿上有个伤口。阿伦看到大家要割开自己的腿，吓得连连后退，转身就跑。
阿伦摔倒，被木棍刺穿胸膛。大花果然在阿伦腿部取出了芯片，可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事情还远远没这么简单。小坦找到前男友寻求帮助，可男人却告诉他们，他们早已被官方宣布死亡，原因是他们在飞往节目地点的途中，飞机不幸发生了坠机事故。为了查明真相，小帅联系朋友到公园见面，可等来的却是一个神秘女人，正是在游戏中被野人打死的队长安娜。安娜告诉他游戏还在继续。另一边，小坦很担心患有心脏病的母亲，便私自叫上大花陪他回家探望。可就在敲门时，旁边的清洁工告诉他，这家的女主人得知女儿身亡后，没几天便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。小坦悲痛欲绝，被大花搀扶着离开。但他们前脚刚走，房门便打开了。女人说好像听到了敲门声，可身边的义工却一口咬定她听错了。大花安慰小坦不要太过伤心，却不小心说出了小坦母亲的名字。镜头一转，大花变身为一名浓妆艳抹的富婆，而此时的她也不再隐藏，腿上的伤口说明了一切，还很自豪地承认自己就是内鬼。丽莎把她绑起来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她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演员，而身为导演的丈夫却说她没有天赋。为了向丈夫证明自己，她便报名参加了游戏，并且还是上期节目的幸存者。丽莎苦苦逼问妹妹的下落，可大花打死都不告诉她。丽莎一气之下活活掐死了大花，而这一幕刚好被赶回来的小帅看到。就在这时，小帅接到一通神秘电话，两人按照约定来到了空旷的地铁站。此时一名男子从车厢走了出来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竟然是节目主持人。原来他并没有被丧尸杀死，他说现在游戏到了决战时刻。小帅质问他为什么要杀害这么多人，可主持人却说他们并没有杀人，只是选手之间互相残杀罢了，即使你们把我杀死，游戏还会继续。随后他打开保险箱，小帅和丽莎只能有一人存活拿到奖金。为了找到妹妹，丽莎无奈地拿起手枪对准小帅，小帅表示理解并没反抗。坑爹的是，这把枪竟是向后发射子弹，这游戏设置的可真变态。悲痛的小帅拿起另一把枪，刚想解决掉主持人，突然脑袋一阵眩晕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躺在了医院病床上。医生告诉他乘坐的节目组飞机坠毁了，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。随后探员对他进行了简单问询，并递给他一个装有银行卡的信封。出院后，小帅查看了银行卡余额，竟发现里面正是游戏奖金100万欧元。